我刚穿到北凉王世子身上5分钟，未婚妻就挽着气运之子的手当众逼我退婚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必定会同意时，我却冷冷一笑：很好，竟敢当众打我北凉王府的脸！既然如此，那就全都就地斩杀吧！李梵天，以你的天资，根本不配和我在一起。如今有徐公子为我撑腰，何惧你北凉王府？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我们的婚约作罢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而你这种天资平平的，活该被抛弃。我看着徐文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坚定了弄死他的决心。因为这是一个小说世界，徐文顺是男主，而原主只是书中一个逆来顺受的男配。他不仅成全了男女主，还给他们提供修炼资源。等到男主修成了陆地剑仙，立刻就带人前来，将整个北凉王府屠杀殆尽。作为一个穿越者，我绝不可能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我正要下令将唐家人尽数控制起来时，检测到宿主灵魂融合完毕，夺运系统正式激活，打压气运之子，获取气运值，气运值积累可提升修为，并解锁丰厚的系统奖励。我大喜过望，果然我才是唯一的天选之子。不过我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，心中开始盘算着怎么打压徐文顺，才能让他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可就在我思索的片刻，唐希婉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拉着徐文顺走到了门口。数十位唐家家丁抬着几个镶满珠宝的红漆木箱紧随其后，这些都是昔日北凉王李萧为唐家准备的聘礼。如今这些人不但当众退婚，甚至还妄想把聘礼一并带走。站住！谁允许你们离开了？打了我北凉王府的脸还想一走了之，未免也太便宜你们了。厉梵天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刚刚是你亲口说要送我们离开的，难道北凉王本世子还要出尔反尔不成？我看着他轻狂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我说的话当然作数，只不过我说的不是让你们离开，我要送你们上的路是黄泉路。随即我收敛了笑容，眼神中满是杀意，抬手指着即将出门的唐家人。我穿越到了书中，成了窝囊男配北凉王世子。面对未婚妻和男主的当众羞辱，我觉醒了夺运系统，只要打压男主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。我下令将他们拿下，可未婚妻却以为我在威胁他就范。来人，把这些姓唐的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通通做掉。李梵天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以为这种卑劣的手段我将会嫁给你吗？白日做梦！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你当我是拾荒的吗？一个人尽可夫之徒，有什么脸面让老子娶你？在座众兵面面相觑。相传北凉王世子对唐希婉有求必应，可如今一见，貌似并不像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软弱。我没有理会旁人的唏嘘，只是轻轻招了招手，手下沈清就率一众侍从将大门封锁。只见沈清手起刀落，4个距他最近的唐家人就纷纷倒地，木箱翻倒，其中的金银细软散落一地。你怎么敢随意杀害我族人性命？还不快下跪道歉，否则以后别想进我唐家的门！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有何杀不得？今天一个都别想离开！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一样一样拿回来。李梵天，希婉妹妹情深意重，始终想着为你保留颜面，可你却对她的族人痛下杀手。我劝你赶紧给希婉道歉，再让那个奴才自刎谢罪，否则不但不会威胁到希婉妹妹，还会让我瞧不起你。我看着徐文顺大义凛然的样子，不禁微微蹙眉。你不过是个小瘪三而已，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了？徐文顺的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。唐希婉有婚约在先，知三当三终归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现如今他的丑事被我公之于众，徐文顺恼羞成怒，恨不得立刻将我除之而后快。我没有理会徐文顺的情绪变化，而是给沈清使了个眼色。沈清会意，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剩余的唐家人。长剑闪着森然的冷光，架在了唐希婉的脖子上。唐希婉侧目看着肩上锋利的剑刃，吓得全身止不住的颤抖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的语气却依然强硬。李梵天，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，再不让这个人滚开，我就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我冷哼着走上前去，抓起唐希婉的下巴，仔细端详了一阵。一个不入流的唐家，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，真不知道原主看上她哪了。我松开唐希婉的脸，想起原主拼命倒贴的样子，胃里一阵翻涌。拖出去！我穿越成了书中的男配北凉王世子，好在我觉醒了夺运系统，只要打压男主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。未婚妻和男主一唱一和，对我极尽羞辱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我冷笑一声，全都拖出去宰了。我的话语让唐希婉目瞪口呆，直到侍从要将她带走的时候，唐希婉才明白我是真的想杀了她。梵天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
你之前明明说过要爱我一辈子的，说只要我能开心，做什么都愿意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只觉得无语，这书里的人难道都没有脑子的吗？都到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了，居然还想打感情牌！我狠狠给了唐希婉一巴掌。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估计只有这种复古之躯才看得上你。他当即怒喝一声，挣脱了世俗的束缚，拔剑指着我：“李梵天，你找死！”李梵天，我和希婉的事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。我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，抬眼瞥向近乎暴走的徐文顺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我侧过头去看向沈清，沈清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，二话不说拔刀砍向徐文顺。徐文顺也不是等闲之辈，顺势提剑格挡，刀剑只碰撞了一瞬，庞大的气劲掀飞了周围的餐桌，更是直接被震得晕厥过去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仅有武者8品境界的徐文顺，竟和武者巅峰的沈清打得有来有回，隐隐还占了些上风。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成长起来。大宗宗师何在？随着我的一声呼唤，只见2道人影鬼魅一般，踏着虚无的步伐凌空飞进大殿，在我面前站定后，齐齐对我躬身行礼。有人公然挑衅北凉王府的威严，按照王府规矩，杀无赦。徐文顺见到2位大宗师的到来，原本自信的神情瞬间紧张起来，额头上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。他自知继续纠缠下去恐怕凶多吉少，干脆举剑指向我：“李梵天，唐家与北凉王府向来无冤无仇，何必让你我的私人恩怨发展为家族斗争？你若是个男人，就跟我单挑，我们凭本事追求希婉。”我没有搭他的话，按照书中的描述，原主只有武者6品的实力，现阶段完全不是徐文顺的对手，我绝不可能在没有万全把握的情况下将自己置于险境。我冷笑一声，目光扫过大殿中的众人，让我傍着2位大宗师强者和无数侍从不用，和你单挑，到底是你傻，还是你觉得我傻？徐文顺明显呆愣了一下，江湖规矩自古如此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我竟会直接拒绝。懦夫，你若不敢和我比试，就趁早放我们离开，免得最后自取其辱。我被他天真的样子气得想笑。出来混，靠的可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权力和地位。随即我沉下脸来，还不动手，赶紧给我杀了这对仙人！2位大宗师不再犹豫，风一样冲了出去。就在他们2人的刀剑即将落在徐文顺身上时，手下留人！这声音初听还是在远处，可话音刚落，老者就凭空站在了徐文顺身前，仅凭身上的气势就击散了2位大宗师爆发的全力一击。看清来者后，徐文顺顿时眼前一亮，来人正是他的师傅武神殿的副殿主欧阳宇。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再见师傅的喜悦让徐文顺情难自已。师傅！徐文顺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可说罢他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。在场宾客议论纷纷，怪不得唐家底气这么足，原来有武神殿在背后支持。可就算武神殿实力出众，想来也难敌陆地剑仙。接下来就看武神殿怎么应对了。夏虫不可语冰。欧阳雨林本人却是对众人的议论不屑一顾。按照武道境界的品阶评定，此人已经达到了半步圣阶的水平。虽然和王府那位陆地剑仙刘景峰相比如隔天堑，但如今王府的顶尖强者都随北凉王李潇奔赴前线抵御魔族的入侵了。凭借府里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无人能奈何得了他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心中万分不甘。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解决了徐文顺，放虎归山恐怕夜长梦多。我定了定心神，面容冷峻地看着欧阳雨林，准备给他施加一些压力。这不是欧阳副殿主吗？别来无恙啊！是，听闻世子殿今日订婚，特来道贺。不想小徒也在此处，扰了世子殿下的清静，可否赏老夫个脸，请世子殿下网开一面？闻言，我嘲讽地看着他。欧阳副殿主，你徒儿今天当众抢婚，让我成为整个大庆王朝的笑柄，你却要我网开一面吗？这件事确实是文顺做的欠妥，还望世子殿下容老夫将这逆徒带回武神殿，必定给世子殿下一个交代。不等他说完，我便果断拒绝。不准！哼，一个后辈就敢如此张狂，大闹我北凉王府，可见武神殿
也不是什么规矩严明的地方。欧阳雨林听了我的话，神情瞬间阴沉了下来。我看着他仿佛吃了苍蝇一般的表情，便再加一把火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挺直腰板，接着说道：“更何况我北凉王府可没有大放厥词之后还能全身而退的道理。”欧阳雨林明显有些生气，但依旧陪着笑脸。世子殿下，这事儿就当老夫欠你个人情，如何？我听后只觉得一阵恶心。武神殿做事向来明里一套暗里一套，原作中武神殿明面上与北凉王府交好，实则在暗中推波助澜。可以说北凉王府的覆灭是武神殿一手策划的，哪里来的情面？我冷冷地看着欧阳雨林，索性也不装了。欧阳雨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的人情本庶子不稀罕，你还不闪开？难道想与我北凉王府为敌吗？世子殿下不给我面子，难道武神殿的面子也不想给吗？想拿武神殿来压我，可惜老子不吃这一套。我冷笑一声。常言道，打狗还需看主人，可是狗主人我也照打不误。欧阳雨林被气得面色潮红，指着我的鼻子，却半天也没说出话来。我收敛了脸上的笑。今天这对狗男女必须死，神仙也留不住。拦住欧阳雨林，其他人随我。闻言，欧阳雨林脸色大变，急忙对着徐文顺大喊：“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逃！”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唐希婉的反应倒是快上半分，拉着徐文顺快速朝门外逃窜而去。可王府的侍卫又岂会给他们这个机会？早已将门口围堵得水泄不通。欧阳雨林虽有心帮助他们突围，可在两位王府宗师手持刀剑左右夹击之下，欧阳雨林只能以长剑相迎。纵然他有再大的本事，以一敌二也不敢轻易分心。刀芒与剑气相撞，爆发出了惊人的破坏力。虽然两大宗师一直处在下风，却死死缠住了欧阳雨林，让他无暇再兼顾徐文顺的处境。眼看自己离开无望，徐文顺积攒已久的怒火骤然爆发，竟将包括沈清在内的数十位侍从尽数逼退。随即他挥剑就朝我砍了过来。徐文顺这一击是经过周密计算的，这一剑速度极快，根本避无可避。眼看即将得手，他的嘴角已然浮现出了一抹笑容。一旁的沈清勉强站定，看着那一剑即将刺中我的心脏，他目眦欲裂，放声怒吼。两位大宗师也注意到了我这边的情况，可他们应付欧阳雨林很就吃力，这一分神更是让欧阳雨林瞬间压制。李梵天，你人多又怎样？还不是一样要死在我的剑下！话未说完，那柄带着凌厉剑气的长剑就刺进了我的胸膛。在场的人无一不瞠目结舌。北凉王世子如果就这么被人杀害了，唐家和武神殿该如何承受那位陆地剑仙的怒火？可就在下一秒，徐文顺的脸上就浮现出惊恐的表情，他手中的长剑居然如冰雪一般消融了，而我的胸膛竟是连半分伤痕也没有。我一记回旋踢直接踹到徐文顺的胸口，徐文顺当即倒飞而出，口中鲜血狂喷不止。我看着瘫在地上的徐文顺，冷冷一笑。你以为你能杀死我？唐希婉已经看呆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气运之子在先手偷袭的情况下，仍然不是我的对手。至此，唐希婉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。那个她一直以来都看不起的人，那个被她当作狗一样呼来喝去的人，实力竟恐怖如斯。唐希婉软软地跪倒在地，抱着我的大腿，眼角含泪地看着我，苦苦哀求：“梵天，我错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今生我非你不嫁！”我没有给唐希婉继续说话的机会，仅用了一掌就让她瞬间毙命。接着朝徐文顺的方向走去，在没有万全把握的情况下，我绝不可能让自己置于险境。1分钟前，我收到了系统的奖励。系统提示：每论期任务即将开始。系统提示：武者即将开始。奖励发放：龙鳞软甲+1。正是有了这龙鳞软甲护体，我才敢硬扛徐文顺的一个。徐文顺宰了唐希婉，这次该轮到你了。徐文顺满眼惊恐，捂着胸膛，颤抖着向后退。另一边的欧阳雨林见到这一幕，立刻一声也彻底爆发。他不惜以内脏受损的代价全力发功，带着重伤的徐文顺夺门而出。今日之事，老夫记下了。看着二人远去，宾客们长舒了一口气，而我却十分惋惜。这时我的耳边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：恭喜宿主重伤气运之子，修为提升至半圣境界。奖励龙文弓+1。
听到系统的奖励，我大喜过望，这晋升就跟坐火箭一样，速度喜人啊！送别了众宾客，命人将王府上下收拾妥当后，出门打探的沈清向我禀报，欧阳雨林带着徐文顺进了唐家。唐家家主得知女儿的死讯，正在筹集兵马，准备向我们开战呢。我摸着自己的下巴，好，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我回想着书中的描述，唐家虽然是北凉城数一数二的世家，但这都是靠原主无条件的资助。论硬实力，唐家根本不堪一击。沈清神色担忧地看着我，世子殿下，只是唐家与武神殿关系过于密切，不如让我将刘景峰调回来，也好增添几分胜算啊。我挥了挥手，不必了，眼下正是前线战事吃紧的时候，哪有从边境调人回来的说法？你现在就召集府上的侍从，我要在明天日落以前顺宁节出平唐家。沈清领命而去。到了第二天傍晚，在唐家的老宅里，唐风背着手在堂屋中来回踱步。女儿的死让他心乱如麻，几乎是一夜白头。他想亲自去为女儿报仇，可凭借唐家的底蕴，是万万不能与北凉王府相提并论的。眼下唯一能指望的只有武神殿了。一旁的欧阳雨林和徐文顺正在打坐疗伤。徐文顺看似伤得很重，但其实并无大碍，稍加休养就可恢复。倒是欧阳雨林，他最后的爆发伤及经脉，恐怕未来10年修为都不会再有寸进。欧阳雨林看着唐风焦急的模样，沉声说道：“北凉王世子今日性情大变，已经不再适合做我们的棋子了。我派人将此事禀报给了师兄，他已率武神殿弟子倾巢出动，势必踏平北凉王府。只是不知这位师兄何时能到，稍后便可赶到。除了那位陆地剑仙，北凉王府的其余人在他眼中都如同蝼蚁。今夜我们就去北凉王府。”唐风这才稍稍安心。就在此时，房门被猛然打开，一个仆从慌慌张张地闯进来。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北凉王府的人杀过来了！闻言，唐风脸色阴沉。我还没去找他报仇，他竟敢主动送上门来。等武神殿主一到，这里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。现在我就去会会他。此时的前院中，唐希婉的母亲冲我大声尖叫：“你居然敢这样对我！你最好现在把我放了，再对唐家进行赔偿，否则我让希婉这辈子都不原谅你！”我在心中冷笑，看样子这女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被我杀了。我狠狠地踢了她一脚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本世子面前狗叫？李梵天，你个王八蛋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他说着就朝我扑过来，还没等侍卫阻拦，我就手起刀落。恰好此时唐风等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前院。见此情景，唐风怒吼如雷：“今天我就拿你的命祭拜他母女的在天之灵！”徐文顺也跟着冷声呵斥：“李梵天，要跟你输了，如果你人就从瓦江再丢，再滚出去！”刚刚单挑，你不是被我打的像狗一样？徐文顺的脸色瞬间铁青。虽说我那一脚并未伤及他的根本，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一脚踢飞，面子上总是挂不住的。那是我一时疏忽。有本事再来！我满不在乎地看着他。要单挑，可以啊。是你单挑我们王府一群人，还是我们王府一群人单挑你一个？徐文顺被我气到语塞。李梵天，你这是无耻之极！唐风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现在去杀了徐文顺，我就可以给你们唐家留一条活路，否则每过10息我就杀一个人。闻言，唐风脸色阴沉，唐家众人纷纷跪地求饶：“家主，快救救我们呀！世子殿下，别杀我！都是唐希婉惹下的祸，跟我们无关呀！求求你饶了我们吧！”我看着他们却无动于衷，因为在原书中，唐家族人攻入北凉王府时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李梵天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要惺惺作态了，快把他们放了，来和我决一死战！闻言，我直接拔刀将身边的2个唐家人砍倒，鲜血溅了唐风一身。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，你有什么立场
和我谈条件。唐风看着被我俘虏的族人，一时间竟找不到可以反驳我的话。唐风，今天这事你也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北凉王府这些年给唐家提供了那么多修炼资源，可你们不仅纵容唐希婉和徐文顺在王府当众打我的脸，如果你还不动手，你们唐家全都得死。时间到了，动手。随着一声惨叫之后，又一个人倒在了地上。唐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他的援军还在路上。这个时候，他只能想尽办法稳住我。等等！唐风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我却充耳不闻。接下来每过10息就有一个唐家人倒地，直到沈清砍到第15个的时候，唐风终于受不了了。梵天，你欺人太甚！大宗师境界的头领瞬间爆发，一巴掌朝我的天灵盖拍。这一掌雷霆万钧，浩大的力量朝着我的脑袋镇压而下。可我依旧是慢条斯理的合着产。且不说我身穿龙鳞软甲，单凭半圣境界的护体罡气，区大宗师就休想伤我分毫。只听一声剧烈的轰鸣声，唐风刹那间就被余波震得倒飞而出。再看我，刚咽下了一口8分烫的热茶，安稳地将茶杯摆在了石桌上。所有人惊呆了，这可是大宗师的全力一击，哪怕同等境界也不可能毫发无伤。就在唐风愣神的功夫，我左手虚空一握，长约8尺的人文弓凭空出现在手中，其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金龙图文，金光流转间仿佛活过来一般。我面不改色的拉满弓弦，一支通体由金光凝聚的箭矢电射而出，在空中化为一条金龙，直奔唐风的心脏。唐风见大事不妙，急忙侧身躲闪，毕竟是1品大宗师，在如此近的距离下，他仍避开了这致命一击，只是被金色的光剑射中了眼睛，臂膀瞬间炸开，在半空中洒下一片血雾。唐风的脸色瞬间惨白。见此情形，徐文顺心中暗叫一声不好，连唐家家主都被我所伤，再不出手搏命，恐怕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。徐文顺趁我刚放完一击，暂时没有时间拉弓的尴尬时刻，手持长剑朝我刺了过来，我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身后2名大宗师即刻出动，左右夹击踹飞了徐文顺，这2脚的力量十分恐怖。随后他就像炮弹一样放飞了出去。我的脑子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是别人重伤了气运之子，我能不能得到系统奖励呢？正在我思索时，徐文顺竟然毫发无损的从石堆之中爬了出来，他周身爆发出的璀璨金光，此刻正在悄悄退散。我突然想到，小说的设定当中有一条，气运之子先天拥有至尊骨，触发神光护体时可以免疫一切伤害。不过这神光护体也有弱点，那就是1天之内只能用一次。我示意2大宗师乘胜追击，自己则再次拉弓，准备给徐文顺致命一击。就在2大宗师即将接近徐文顺时，却被一道黑色的身影挡住了去路。我定睛一看，此人正是欧阳雨林。他应该也知道自己的徒弟有保命手段，忍到现在才出手吗？想拖延时间等待武神殿的支援赶到，老子偏不碎你！我满脸讥笑地看着他。欧阳雨林，昨天侥幸让你逃了，如今竟然还敢不知死活回来送死！李梵天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心肠却如此歹毒，几次想要我徒儿的性命，今日我一定要废了你，为我徒儿讨个公道！欧阳雨林，本世子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现在离开，我可以让你多活一段时间，但你若还想阻拦，我必荡平你武神殿！欧阳雨林眼神坚定地看着我。世子殿下，并非是我想与你北凉王府为敌，而是武神殿不能再放容你滥杀无辜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好冠冕堂皇的借口。欧阳雨林，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插手我与唐家的恩怨，可见你根本没把北凉王府放在眼里。那就让本世子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！万万不可！此人乃是半圣境界，世子殿下绝不可意气用事。无妨，半圣而已。沈清闻言先是惊异，随后便不再多说。唐家老宅本身就坐落在繁华路段，想必刚才唐家的动静早已经惊动了各方高手前来观战。他们听到我要单挑欧阳雨林，全都震惊不已。欧阳雨林可是半圣，他这不是找死吗？听到我的话后，又纷纷沉默了。欧阳雨林也面露讥讽：“你才多大年纪，也敢藐视半圣？”瞬息间如鬼魅一样笑出，我则蓄力于掌上，两人化作光影激战，轰鸣声震耳欲聋。有着龙鳞甲的极致防御，他的攻击对我完全造不成伤害。我的双眼紧盯着他的行动轨迹，每次出手都必定让他身上多一道伤疤。欧阳雨林越战越心急，观战者全都目瞪口呆。怎么回事？世子殿下怎么会这么强？那可是半圣啊！
世子殿下居然还占据着上风，这太疯狂了！都说徐文顺是100年难遇的天才，这么说来，世子殿下不就是1000年难遇的天骄了吗？闻言，徐文顺怨恨地攥着拳头，该死！自己苦修10年才得到宗门和世人的关注，他一个王府的纨绔，怎么可以比自己更加耀眼？伴随一声惊天的巨响，剑气激荡纵横，唐家前院无数的斩神巨石被我们战斗士的气势相追，在空中炸开，实力低的唐家众人被波及，全都当场碾压。外围的观战之人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欧阳雨林逐渐抵挡不住我的攻势，他防守的漏洞越来越大。见状，我大吼一声：“老匹夫！”我双手合十化掌为刃，凝聚内力当头下劈。欧阳雨林大叫一声不好，他慌忙举剑格挡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他手中的长剑瞬间被崩碎，随后整个人砸在地面上，砸出了巨大的深坑，激起了漫天的土沙。他大口吐出鲜血。就在这时，让我激动的系统音再次响起：恭喜宿主强烈打击气运之子自信心，获得气运值15%，当前气运值50%，修为提升至圣阶境界，奖励龙泉剑+1。感受着体内不断增长的修为，我瞥了一眼一旁正对我咬牙切齿的徐文顺，不知道直接杀了他，会不会直接把剩下的50%气运值都夺过来？我正准备将他一击毙命时，一个白衣老者突然出现在半空中。此人正是武神殿的殿主孙启，也是欧阳雨林口中的师兄。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住手！唐风痛苦挣扎的表情舒展了一些，朝着空中的孙启言喊着：“殿主，这个小子大言不惭，不把武神殿放在眼里，今日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！”我却对孙启言的到来视若无睹，重新召唤出龙文功，目光在徐文顺和欧阳雨林之间逡巡。徐文顺，你说我是先杀了你，还是先杀你的师傅呢？孙启言勃然大怒，你敢！他暴喝一声，飞剑直刺向我的后背。我如同没看到一般松开了腿，金色光剑如同金鱼，径直朝着在空中狼狈爬行的欧阳雨林射去。只一瞬间，欧阳雨林就化为一股血，连尸体都没有留下。捡回一条命的徐文顺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裤子也湿了一大片，传出让人作呕的气味。孙启言见到自己的师弟惨死，口中厉喝一声：“混账！给我师弟偿命！”说着，手中的利剑就要刺穿我的身体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龙鳞软甲再次浮现，硬生生将这毁天灭地的剑气灭了。孙启言自己则遭到剑气反噬，后退了数步才稳住身形。他握着断剑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不可能！就算你真有半生的实力，也不可能挡住我这一击！我嘲讽地看着武神殿殿主。原来武神殿殿主喜欢搞背后偷袭这个，只可惜本世子想杀的人，神仙也留不住。话音落下后，全场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。半圣强者被一击射杀，圣阶强者背后偷袭却未伤分毫，那可是武神殿的正副殿主啊！虽然这令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但却是眼睁睁的事实。一位青年强者崛起，老一辈民宿主义，今日一战，世子殿下必定名扬整个大秦王朝。孙启言从先前的诧异中回过神来，随后他全身爆发出滔天的杀意，天地都晃动了起来。武神殿弟子，随我杀了此子，为副殿主报仇雪恨！话音一落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就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唐家府邸。这些人中只有2名半圣，其余大部分都是武者和大宗师。我看着眼前的人群，心中暗道：这武神殿的底蕴果然不可小视。若不是有刘景峰这位陆地剑仙在，恐怕武神殿早就将我北凉王府取而代之。不过如今我在系统的加持下，修为晋升到了圣阶，只身面对这群人也有能战胜。我口中暴喝一声，飞身而起，迎上了孙启言。孙启言不语，只是冷冷地盯着我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实力突然暴涨，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杀了你。我冷哼一声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右手虚握，一柄通体闪烁寒光的长剑凭空出现，剑身上雕刻着龙纹图案，挥动之间还能听见剑鸣。我心中暗喜，这就是龙泉剑吗？果然是好东西。没等我多说啥，孙启言口中爆发一声长啸，一时间风云色变。就算你再优秀，也终归是个后生。只要将你提前扼杀，就对我武神舵毫无威胁。我迎着孙启言这势在必得的一击，对着他挑了挑眉，龙泉剑在空中画出了一个杀字，下一刻空间仿佛被撕裂了一片，在我面前形成了一片漆黑的虚空，将孙启言这一击的威能全部吞噬。剑指苍天，霎时间云开见月，皎白的月光投射到剑锋之上，透出莹润的绿色，一条白玉玲珑盘旋四周。孙启言已经完全呆了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我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前刺，剑气带着龙吟厉啸贯穿了孙启言的胸膛，到死他都不敢相信，我竟然真的达到了如此恐怖的境界。战斗只持续了数息时间，前来观战的众位高手自问都没有这个本事。
武神殿的正副殿长，在1天之内相继死在我的手上，从此无人再敢小瞧我北凉王府。见店主都被轻易斩杀，其余武神殿弟子自然溃不成军。唐风绝望地看着我，随后我在他不甘的目光中，一刀砍下他的头颅。沈清也将剩下的唐家人尽数斩杀，还从唐家的仓库中搜到了不计其数的修炼资源。想到这些都是原主送给唐希婉的，我就一阵心疼，让人通通搬回了王府。可遗憾的是，翻遍了整个唐家，也没见到徐文顺的身影。我在心中怒骂了一声：这气运之子的运气可真好，又让这小子跑了。不过如今武神殿已灭，这北凉再无他可靠的去处，想必也兴不起什么风浪。待到将唐家清理干净，沈清才来到武神殿，躬身行礼道：世子殿下，经此一战，必定威名大振，从此北凉再添无上战力。闻言，我摆了摆手，如今我已是北凉王府真正的核心，更是这片天地少有的圣阶强者。2天之内从武者晋升为圣阶，是任何人都不敢笑想的事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我在北凉城被传为了神话一般的人物。可我并没有沉溺于境界提升的喜悦，我深知这身修为来源于系统，只有杀了徐文顺，我才能再有突破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一边派人搜寻徐文顺的踪迹，一边暗中整合北凉势力，清理王府内奸，将北凉军的掌控权牢牢握在手中。可就在我大刀阔斧的赶人后不久，就收到了皇城传来的消息，说皇帝日益忌惮北凉王府的势力，多次在朝堂上提及削藩之事，只是还需仰仗王爷平定北境，才一直没敢轻举妄动。如今北境魔族鲜少为犯，这皇帝便又将削藩之事提上了日程。我早已料到这一点，只是没想到皇帝会如此急切。此刻我正在书房中擦拭刀剑，沈清慌慌张张跑进来汇报：世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王爷被一道圣旨召回京城，说是为奖赏王爷宿边有功，赐了皇城府邸，实则是被软禁起来了。传旨的太监说，有大臣弹劾王爷居功自傲，这才勾起了皇上的疑心。听着沈清的话，我的面色愈发沉凝。父亲向来谨言慎行，中庸圆融，从未与朝臣交恶。你可知这道是谁弹劾了王爷？是徐文顺。这个答案虽然出乎我的意料，仔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。原作中，徐文顺就和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既然和他有关，那么此事要从长计议了。沈清有些着急：世子殿下，此事既然与徐文顺有关，那王爷恐怕凶多吉少，我们不应该早做打算吗？皇城那边只说赏赐，尚未撕破脸。咱们若是贸然行动，岂不正正下怀，坐实了谋逆的罪？那时，咱们可就真成了众矢之的。沈清这才恍然，看我的眼神中藏不住的欣赏，随即我轻声一笑：我们本就师出无名，何不再加一把火，让一切顺理成章呢？沈清虽面露疑惑，可没有多说什么，是躬身行礼后便退去。他觉得最近1个月里，世子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但修为提升堪称神速，就连心思也不似从前般单纯。如今的世子殿下，他已经完全看不透了。之后的3天里，我没有任何行动，白日里坐在王府当中喝喝茶，夜里寻访慰问戍边的将士，活脱脱就是一个闲散王爷的做法。果然，第3天夜里，沈清再次来到。皇城那边见我们对王爷的处境毫无作为，断言世子是个胸无韬略的纨绔，下旨不仅要收回你手上的兵权，断封地粮饷，还将王爷打入了天牢。我眉头微蹙，传我命令，令北凉军全员集结。皇帝昏庸寇亲王，迂毁国门，屠全军。我北凉王府从今日起反了。待到沈清离开，我激动地朝空气挥了下拳，安稳发育了3个月，终于可以一展拳脚。左手龙纹弓金光大放，右手龙拳剑马风，身披龙鳞软甲，圣阶的气息冲天而起，笼罩了整个北凉王府。既然皇城内卫喜欢天庭天喜，亲命有限，那就换我来执掌这大清北方山河。3日之后，北凉王府军旗如林，刘景峰带领1万精锐死守江邑，其余5万北凉铁骑列阵。我立在帅气之下，圣阶气息如泰山压顶，让整支大军的士气堪称震天，连天地都为之沸腾。随着我的一声令下，北凉大军朝廷成行。消息传回京城，皇宫之内人心惶惶，皇帝赵显的全家人。会这样？不得关押了！今天不是无勇无谋吗？他凭什么敢反？陛下，听说此次北凉王府的陆地剑仙仍留守边境，这李梵天再有本事也不过圣阶而已。放眼我大清王朝圣阶强者，没有20也有15。您是王朝的天子，自有龙脉庇佑，何须怕他一个反贼？待朕灭了李家，就封你为新的北凉王。徐文顺听闻大喜过望，这事只要成了，自己的计划就指日可待。另一边，浩浩荡荡的北平大军不见不踪，这些真正在战场上拼杀过的将领，
战斗力岂是不知如此？守军所能相比，短短3天就已经攻到皇城脚下。皇城守军速速开门投降！本世子发兵只为清君侧，不想滥杀无辜。李梵天，你领兵谋反，罪孽深重，竟还敢在此大言不惭！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！我循声望去，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苦苦寻找多时的徐文顺。我扬了扬嘴角，勾起一抹笑容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手下败将。这次见我准备了几条裤子啊？徐文顺听到这话，脸涨红。给我宰了他们！徐文顺大手一挥，无数巨石朝我们投射而来。我握着龙泉剑，清辉之下，无数剑影在空中交织着，形成了一张破落有致的大网。靠近的巨石全部退成血。冲！我没有再多废话，一声令下，北凉将士开始前赴后继地冲向皇城，我则轻身一跃站到城头，只是略微绷大力气，就将修为低微的手段全部震退数十米。七位苏老，他就是反叛军统领，还不将此次速速拿下！说罢，他扭头就跑。徐文顺虽有主角光环，可和我相比还是相去甚远。我召唤出龙纹弓，瞄准徐文顺的屁股。一道金色的箭簇飞射而出，在空中化为一条金色小龙，眼看就要射在徐文顺的身上，金龙却被一道白光震得天旋地转，没入厚重的城墙之中。下一刻，墙体发生剧烈爆炸，威严的城墙倾覆坍塌，无数碎石飞溅而起，顿时烟尘弥漫。我看向那白光的源头，那是一名须发皆白的黑衣老者，他手持一把白玉为骨的折扇，正优雅地扇着。在他左右各站着3名神态迥异的白衣老人。我整理了一下表情，微微朝着7人笑了笑。想必各位也都有圣阶的修为，念在你们修行不易又一心为国，现在打开城门，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，何必为这庸君白白断送了性命呢？黑衣老者眉头紧蹙，踏前一步合上扇子。我等保家卫国，死得其所，而你这谋逆作乱的贼子，有何颜面在此大言不惭？既然你们执意寻死，那就休怪我下手无情。龙泉剑在手，眼中光芒大盛。凭你一人也敢挑战我们7位圣阶，简直不自量力！何必与他多费口舌？提了他的项上人头交差就是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龙泉剑直指我，顷刻间天地色变，一剑横劈而出，剑锋冷冽如同7位老者甚至还未来得及释放自己的绝技，就被凌厉的剑气撕扯成了碎片。斩杀了7位宿老后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些顶尖战力若能为我所用，绝对是件好事。可惜良辰不遇明主，跟了这样的皇帝，最后只落了个惨死的下场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转身看向一旁的石堆。按理来说，这么大的爆炸，徐文顺怎么也该受伤才是。可我却迟迟未等到系统的生命，难道他这样还能全身而退吗？突然我想到了一件事，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怎么忘记了他有至尊骨这件事了？定是刚刚在烟尘的掩护下，他激起了神光护体逃遁而去。不过即使你有再大的能耐，再好的气运，也逃不过死在我手里的命运。北凉铁骑战力惊人，5万大军打到现在只损失了500人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皇宫之中进发。肃老殉国的消息一传入宫内，赵显就再也坐不住了。整整7位圣阶强者，居然被我一人一剑打得渣都不剩。赵显现在只觉得后悔。当初怎么就听信了你的谗言，把北凉王给关进大牢了？走到今天这步提步，真是天要亡我呀！可此时的徐文顺非但没有半分紧张，反而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。是啊，皇上，您怎么忘了李霄还在我们手上呢？赵显闻言先是愣了一瞬，随即也放声大笑。传朕旨意，让京城禁军死守城门，调御林军护住皇宫，把李霄给我押到宫中来。在我的带领下，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前来阻拦的京城禁军就被清扫殆尽，皇宫就在眼前。北凉部队与御林军交战，我则举起龙纹弓，一箭射穿了宫门，接着手握龙泉剑之身，一人踏入皇宫。赵显高坐龙椅之上，被层层侍卫护在身后。朕乃大清天子，你敢谋逆，不怕遗臭忘师吗？你构陷忠良，也配称天子吗？我北凉王府世代护着江山安顿，你却位于北凉势力，反手将我父亲打入天牢，此等昏君留你有什么用？赵显闻言不怒反笑，而且笑得愈发猖獗。李梵天，你既然知道李霄在我手上还不即刻收兵，在于皇城门前当众自裁，否则我随时可以要了那老东西的命。我一剑荡开所有侍卫，一个闪身便来到了赵显的面前。我现在杀了你，
再去天牢救我父亲不是正好？我周身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气势。你不能杀我！我已经派人将你的父亲带到宫中，若敢轻举妄动，你的父亲只会死在我的前面。我眉头紧锁，回头看去，果然看到2个侍卫架着李潇匆匆赶来。李潇被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口中还被塞上了辨不清颜色的破布。他奋力挣扎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似乎是想要和我说些什么。李梵天，你也别想耍什么花招，这2位都是半圣级别的强者，虽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敢在你之前杀死李潇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虽说我和北凉王李潇没什么感情，但他毕竟是原主的父亲，又是剧中最无辜的边缘角色，我自然希望他能活下来。赵显看出了我眼中的犹豫，他眼露凶光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还不放下武器，缴械投降？你没有和我讲条件的资格。话音落下，我一剑挥出，赵显甚至没来得及惊恐，便已流血倒下，龙椅之上溅满鲜血。这皇帝还真是傻得可爱啊！我刚刚故意给他露的破绽，他却当真了，也不想想，既然我敢造反，自然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这些看守李潇的侍卫，早在我发兵之前就已经被沈清全部收买。眼见我利落的斩杀赵显，实力显露无疑，他们自然会选择归顺于我，不会做对李潇不利的事情。我刚刚的试探只为证明，这宫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高手。按理来说，偌大的皇城不应该只有7位圣阶强者才对。我原本还担心皇宫中会有一场苦战，现在看来是多虑了。那是不是可以说明，其余的强者有自己的职责，并不听命于赵显呢？李潇被松了绑，他有些激动地看着我，满脸的欣慰。梵天长大了，能独当一面了，我李某后继有人了。我没有将心思放在儿女情长上，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皇帝已死，那些曾经弹劾北凉王的奸臣吓得跪地求饶。我厌烦地摆摆手，命沈清将他们推出去斩首示众。有他们作为先例，其他人便不敢再多言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辅佐李潇立为新帝，稳定皇城局势，安抚百姓，有着北凉王府世代的威望，百姓不但没有恐慌，反而纷纷拥戴。北凉军在刘景峰的率领下纪律严明，虽人数大减，可战力却没有明显降低。北域魔族虽然不断骚扰试探，却不敢大举进攻。期间武神殿残余势力勾结部分藩王，试图趁乱反扑。我让李潇坐镇京城，亲自率大军平叛，将武神殿余孽尽数斩杀。遗憾的是，并未看到徐文顺的影子，甚至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。我平息叛乱后，李潇召集文武百官，当众宣布传位于我。在不久后的登基大典之上，我身着龙袍立在太和殿之巅，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，我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穿越者一跃成了书中的皇帝。传朕旨意，全国通缉逆贼徐文顺凡，提供线索者赏千金封万户侯，窝藏不报者株连9族。徐文顺的名字顷刻间传遍大晋疆域，各州府城门贴满告示，官兵挨家挨户搜查，乡野村落无一遗漏。可如今半年过去了，徐文顺就如同人间蒸发一般，半点消息都没有。我看着前来禀报的沈清，心中的忧虑又加重了几分。你说他是死于荒郊野外，还是逃出我大晋国境了？沈清不语。其实我心中也早有答案，他作为原书中的主角，怎么可能不明不白的就死了？我的心里一直惴惴不安。徐文顺就像一个定时炸弹，始终悬在那里。我觉得这小子一定在策划什么大阴谋。一日不除了他，国家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隐患。果然不出所料，3日后北凉边境传来加急战报，北疆关外魔族异动，100万魔军攻破边关，守将全军覆没，魔军一路南下，连破3城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北疆防线彻底崩溃。我心下一沉，北境可是有陆地剑仙刘景峰坐镇的。全军覆没，难道刘景峰也？刘剑仙奋力抵抗，却仍敌不过魔族大军。据说死相之惨烈，让人不忍直视。听了沈清的话，我痛心疾首。虽然我从未见过刘景峰，可他作为北凉王府的第一高手，一直守护着原主的成长，这副身体的自然反应让我泪流满面。可眼下绝不是冲动的时候，陆地剑仙竟然就此陨落，说明魔族肯定掌握了什么不得了的力量。沈清想要请命亲自派人出战，却被我严词拒绝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魔族的战力不可能平白无故强大这么多，其中必有蹊跷。我隐隐觉得此事与徐文顺脱不了干系。就在这时，李潇突然闯入殿中，我察觉身后有异，便遣人去查看，竟发现龙脉不知被何人重创，现已奄奄一息。守护龙脉的8位圣阶高手也全部丧命，我大晋的国运怕是要尽了。传朕口谕，皇城军队立即整顿，带领全国百姓立即南下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回来。若是此事真与徐文顺有关，那他的目标一定是我。在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下，任何多余的牺牲都是无意义的。我看见李潇复杂的眼神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挤出一个自以为明媚的微笑。尽管不愿，可他们还是领旨离开。我独自一人前往后山，原本郁郁葱葱的山上，如今却树木凋零，隐约还能闻到腐朽的臭味。
我每次呼吸都能听到耳边传来虚弱的悲鸣。自从徐文顺人间蒸发后，系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一次，我主动唤醒了系统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逆转现在的颓势？以天子心血濡养，可恢复龙脉一线生机。斩杀气运之子，夺其全部气运，可获得唤醒龙脉的宝物。天子心血吗？我二话不说，右掌张开，龙泉剑悄然浮现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将剑锋对准了自己的心脏。剧烈的疼痛让我双腿不住的颤抖，泛着金光的血色顺着剑身缓缓流下，滴落在地面之上。原先的悲鸣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龙吟。在我心血的注入下，整座后山又重新焕发生机。我的意识渐渐模糊了，双腿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，软软的瘫倒在地。接着一股暖流灌入我的体内，为我止住了血。我盘膝而坐，就这么修炼起来。左手温热，右手清凉，两股完全相反的力量在我体内融合，竟没有出现一丝排斥，说不出的舒畅。当我再次睁眼时，已经是深夜。我惊喜地发现，不但胸前的伤口完全复原了，我的修为也得到了质的飞跃。如今我已经突破了圣者的壁垒，达成陆地剑仙的级别了。龙纹弓与龙泉剑同时浮现，一个金光大盛如同烈阳，一个寒光冷冽如同皓月。两把神器在龙鳞软甲温柔力量的调和下，仿佛将要融为一体。我收好武器，只是一个念头便回到了皇宫之中。现在整个皇城上下再不见一丝人气。我无奈地苦笑了一声，看来百姓们都已经被疏散了。那么接下来，真正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我一个人高坐龙椅之上，回想起从前的种种。我来自一个以成绩定尊卑的世界，我这样的人自然是父母老师口中不学无术的害群之马。他们只知道我爱打架斗殴，给班集体拖后腿，让父母蒙羞，却从不在乎我拯救了一个即将被猥亵的女孩。想不到我这样别人口中的废物，在这个世界竟然成了受举国敬仰的皇帝。既然这里的百姓信任我，那么即便拼上这条性命，也要护百姓周全。很快魔族大军便打了过来，我居高临下，望着黑压压的魔物，所过之处皆成废墟。我手握龙纹弓，一箭射出，无数魔物化为飞灰，就此消散。我心中疑窦丛生，这些魔物并不算强，就算数量再多，也不可能伤到一位陆地剑仙，除非对方有一个实力相仿的顶尖强者。想到这里，我反倒轻松起来，对着漆黑的天空放声大笑。徐文顺，别再遮遮掩掩了。就算你达成陆地剑仙境，就算你打败了我，又能如何？从你破坏龙脉堕入魔道的那一刻，你就永远不再是主角了。下一刻，天地间狂风骤起，原本澄澈的苍穹被一层浓稠的黑雾笼罩，说不出的沉重。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从阴影当中走了出来，此人正是徐文顺，只是现在的他双眼猩红，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铭文，肩上扛着一把和身材不成正比的硕大镰刀，通体漆黑如墨，刻满繁复符文，锋刃之上血光隐隐流转，分外诡异。我变成今天这样，还不都是拜你所赐？徐文顺的声音也变得低沉嘶哑，仿佛来自地狱的低语。只要杀了你，我便是这片土地的主宰，我会修改历史，抹去关于你的一切存在，我依然是让万众敬仰的主角。拿命来！徐文顺挥舞着魔镰，嘶吼着朝我冲来，阵阵阴寒之气伴着血光扑面而来。我手握龙泉剑，将寒气尽数抵挡，一剑刺破天空，清冷的月光穿透乌云，映白了半边天。在月光下，龙泉剑上仿佛银龙盘绕，我一剑挥出，挡下了徐文顺横扫而来的魔镰。无数魔族被这巨大的声浪震得痛苦哀嚎。我左掌化刀，金芒大放，朝着徐文顺的额头砍去。徐文顺只一个闪身便退至数百米之外，我顺势前压，不打算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。龙泉剑在身前虚空勾勒出一个杀字，下一刻，空间仿佛被割裂了一般，带着澎湃的剑意直指徐文顺的心窝。徐文顺面色一沉，猩红的眼眸中迸发一道凌厉的杀气，在他身后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血色身影。仔细看去，就能发现那道身影上足足长着3对手臂，每条手臂上都紧握着一柄巨大的镰刀。徐文顺手中的魔镰似乎是与虚影产生了某种共鸣，通体被浓重的血色包围。原本就有1人多高的魔镰迎风暴涨，只是一瞬间就胀大了几倍，犹如勾魂的血月。巨镰舞动之下，带着庞大的邪气，强行击碎了我的杀阵，直奔我的头顶砍下来。我左掌拍在自己的胸口，一口逆血喷溅在龙泉剑上，霎时剑身的铭文仿佛活过来一般，带着浩然正气迎上了魔镰。我能清楚地感知到，皇宫后山上有某种来自远古的力量暗中支持着我。2位陆地剑仙的碰撞，只是余波威力就不容小觑。整个皇城顷刻间坍塌成了一片废墟，地面上的魔族大军全部晕厥，不知死活。还不等徐文顺有下一步动作，一支虚幻的带着刺目金光的箭矢就朝他射过去。徐文顺脸色大变，不得不将巨镰横在身前用来格挡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喷出一口暗红的血雾。徐文顺，你也不过如此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用你的血
祭奠那些枉死在你手中的大靖忠烈。我将龙泉剑立在身前，随着我内力的注入，剑身上的铭文逐渐变得璀璨，在月光下格外耀眼。我凝聚全部力量，将龙泉剑朝着徐文顺掷了出去。龙泉剑在途中化为了一条宛若实体的铭文，在月光下义无反顾地没入了徐文顺的胸膛。终于结束了。我虚脱地半跪在地上，咳出了一口鲜血，连简单的抬手将龙泉剑换回都做不到。另一边的徐文顺不可思议地看着心脏被贯穿的伤口，冷冽的剑意顺着伤口遍布全身，他的整个身体都布满了细碎的裂痕。厉梵天，徐文顺勉强起身，没想到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成长到现在这一步，竟还不是你的对手。我长吁了一口气，你的对手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你的自以为是和狂妄自大。倘若你从不曾惹过我，我又何必与你不死不休？不曾想徐文顺突然癫狂地笑了起来，他的身体在红白两色光晕的撕扯下几乎要碎裂，可他就像没看到自己的变化一样，重新握紧了魔镰，情绪也渐渐激动起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也是穿越者吧？我想过他会辩驳，会咒骂，可我从不曾想过他会说这些。和你不一样，我是胎传，自幼无父无母。因为身怀至尊骨，被无数人觊觎，几次死里逃生，才拜在师父门下，苦修数十载，才有了这100年第一天才得称号。而你凭什么一来就可以身居高位？凭什么资质只凭修炼速度却可以1日10天？明明我才是主角，凭什么你可以一切顺lợi成就帝王？我不甘心你，知道我有多想要你去死吗？徐文顺热切地看着我，像是一个极度渴望得到认同的孩子，可我并不能认同他的所作所为。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该犯此大错。你的故事，还是去给那些死手上的无辜生命说去吧。徐文顺的身体已经快要碎掉，可他还是挣扎着想站起身。你以为我和你说这些是想博得你的原谅？你也太天真了。徐文顺突然仰天狂笑：厉梵天，既然我永远都无法战胜你，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万劫不复吧！只见徐文顺全身的铭文都亮了起来，暗红的光晕流转其间，仿佛流淌在皮肤表面的鲜血。万千魔族的尸身、血肉、灵魂化为一道道黑雾，纷纷汇聚到徐文顺的身上。他的身体胀大了一圈，眼眸也从红色变为了毫无生机的灰。魔镰上的光晕有规律的闪动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我，看着眼前突如其来的情况，第一次有些惊慌。想不到这徐文顺竟然还留有后手，他现在的状态已经很接近飞升的真仙了，而我刚才的一击已经透支了全部力量。面对此时更加强大的他，我又该如何抵挡？难道这就是剧情的力量吗？作为配角的我，真的就永远无法战胜主角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威严的声音突然在灵魂深处响起：天命之子献祭了自己，成为元始天魔的宿主。你作为大靖的天子，与龙脉之力融合，继承国家意志，方可与元始天魔一战。你可愿意为国而战，献祭你的一切，重铸龙脉？自此以后，你是龙脉，龙脉是你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眼神中只有坚定。下一刻，我被温暖的柔光包裹，肉身在金光中逐渐消融，我竟然化身成了一条巨大的金龙，张口吐出一口蕴含着神圣气息的光波。徐文顺，或者说元始天魔，便在这光波中被净化了，一丝存在过的印记都没有留下。天上的乌云顷刻散开，星月依旧在天空闪耀。恭喜宿主击杀气运之子，获得气运值加50%，当前气运值100%，奖励国之重器鼎加9。鉴于您当前的状态，本系统为您提供2个可选选项：一、飞收成仙，成就龙神神位；二、以龙脉的形式留在人间，永世守护这一方土地。我没有理会系统的问题，而是伸了个懒腰，钻入了专属于我的后山之中。1月之后，皇城之中被遣散的百姓陆续回来，他们开始在这一片残垣断壁中重建家园。李潇和沈清率人寻找过我一阵，却只找到了我留在皇宫中的9尊国之重器鼎。他们虽然伤心，但很快又投入到了重建的工作中。祖国上下军民一心，短短用了1年时间，皇城就又如从前般繁华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在皇宫的正中央多了一座10米高的雕像，这人左手挽弓，右手持剑，脚下踩着一尊不知什么材质铸造的大鼎，好生威风。我也成为了青史上最传奇的一代帝王。事迹流传千古，直至1000年以后的影音漫剧上，仍在讲述一个天子身先士卒，以一己之力对抗无数魔族的英雄故事。